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邦尼工作室和摄影棚分隔两地，所以常常会有远端的需求。但是远端最大的痛点就是被控制的那一台电脑需要有人帮你开机进入 Windows， 要不然就只能设定成永不休眠，就不要让电脑关机。但如果你的软体刚好卡死，系统当掉，不得不重新开机，但是另一端又没有人可以帮你的话，那根本就是一场灾难。所以，如果你有大量的远端连线需求，提前设定好远端开机、无人值守访问，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环。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连的是手机的5G 行动网络，那我现在就按一下开机，确定。你看，我家里的电脑现在就打开了，这不是超级方便？不过过往的远端开机设定有些复杂，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套叫做 Desking。它的特点就是设定简单，只要2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做到远端开机。那 Desking 跟一般需要 BIOS、网卡、路由器3方配合的方案不同，它是透过旧手机取代路由器，让你的电脑做了远端开机。听起来有点酷吧？不止如此 ，Desking 这套软体不止开机，也能做到低延迟远端和档案传输，还可以把你的笔电、手机、平板变成第二萤幕。所以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到底要如何设定 Desking 远端开机，然后整体体验如何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那我们要设定 Desking 远端开机，其实很简单，只有3个步骤。第一，准备好你要设定的电脑，以及一支没有在用的旧手机。比如说我准备的是2016年，快10年前推出的第一代 Google Pixel。第二，设定好 BIOS 唤醒。最后设定好网卡唤醒，完成这3个步骤，整个大功就告成了。那我们就开始来设定。首先，我们把桌机接上网路线。那接下来，我们在 Windows 电脑上安装 Desking， 那它的安装速度很快，几秒钟就会安装完成。接着，我们可以直接用 Google 登录，账号就建立完成。然后要记得打开 Desking 开机自动启动的选项。然后旧手机这边一样安装 Desking， 然后登入同一个 Google 账户，记得要连上跟座机相同的区域网络。最重要的是，我们到设定这边，然后打开远端开机支援，这样就完成了。所以这只旧手机的功能就是当你人在外面按下开机的时候，这只旧手机却触发家里同一个区域网络下的电脑进行自动开机。所以这只旧手机记得不要关机，然后 Desking 是持续开启运作的，不要被背景关掉。这也是为什么 Desking 这套方案可以省掉路由器设定步骤最重要的原因。那 Desking App 最酷的地方，没记错的话，它可以支援到 Android 5.0 的老版本，所以像是 New HTC One 这种2013年推出的手机都还可以支援。好，软体都下载好，第2步骤我们要开始设定 BIOS。那进入 BIOS 的方法也很简单，在电脑开机的时候，狂按 Delete 或是 F2 就可以成功进入 BIOS。那进来之后，我们要把 PCIe 的网络唤醒打开。那每一家主板的名称可能有所差异，大家可以 Google 各家主板的官方说明，例如 MSI 主板加网络唤醒 BIOS 设定，就会有相关资料了。那也要记得确认你的主板是否支援 Wake on LAMP 功能。那以 ROG 来说，我们只要在 BIOS 进入进阶电源管理这个选单，然后把 PCIe 装置启动这个选项打开，按 F10 储存，这样就完成了。好 ，BIOS 其实就是打开一个选项就设定完成。接下来我们要回到 Windows 系统设定网卡。我们在 Windows Logo 这边按右键，打开装置管理员，然后在网络界面卡这里找到你的网卡，要记得是网络孔的网卡，不要选到 WiFi 的网卡哦。然后按右键内容，先到电源管理，把允许这个装置唤醒电脑打开。然后到进阶这里，我们要把收到 Magic 封包时唤醒打开。那如果你的网卡有网络唤醒的选项，也记得打开。这样初步的设定就完成了，储存就可以关闭。接着 Windows 搜寻，选择电源计划，选择按下电源按钮时的行为，变更目前无法使用的设定，然后把快速启动关掉，储存。好，这样就全部大功告成，是不是非常简单？但现在我们直接把电脑关机。好，现在完全关机了。然后拿出我的手机，把 WiFi 关掉。所以现在手机是用5G 网络连线，去模拟我在外面使用的情境。好，我们打开 Desking App， 然后选择我的电脑，点选远端开机。你看，
电脑马上就打开了，然后大概等个10几秒，电脑开机完成，荧幕亮起来。你看 Desking 这边也自动跳出远端连线了，然后输入我的密码，耶，成功连上电脑了，是不是超级简单？那不止如此，更重要的是 Desking 本身就是一套很完整的免费软体。我们回到电脑上，每个 Desking 账号可以免费设定3个远端装置。那 Desking 会成功的原因，我觉得也非常容易理解的。Desking 在好一阵子之前就大量把过往复杂的远端软体逻辑整个大改，变成一般人也能看懂、轻松使用的简单界面，并且 Desking 有跨平台支援，像是 Windows、macOS、Android、iOS 都可以使用。那比如说，我们打开 Desking， 跟所有远端软体一样 ，Desking 的首页就会直接显示设备代码以及临时密码。但远端的老手都知道，我们可以到进阶设定、安全设定，然后打开安全密码的功能。这样我们在外面的话，就可以直接用设定好的密码进行登入。那 Desking 可以选择永远只用安全密码，还是临时密码和安全密码都使用2个模式。但如果是个人使用的话，其实我平常是选仅使用安全密码比较单纯。设定完成之后，我们现在准备了2台电脑。左边的这台，我们模拟的是你在外面使用的机器，所以连接上的是手机的中华电信 5G 热点分享。而右边则是被控制的室内电脑，采用的是 i9-13900K 加 RTX 3090加 128GB RAM 的配置。测试当下的 Speed Test 网速和延迟，我也放在画面上让大家参考。好，测试环境搭建完成，我们回到 Desking 的软体。Desking 的界面设计是非常清晰明了的，我们只要点选设备列表这边，就可以看到你登录过的所有装置。那我们选择要被控制的这台，你看这边就会显示所有功能。比如说，我们点远端控制，然后输入你刚才自己设定过的安全密码。你看，这样就连上了。那 Desking 我觉得最舒服的地方，就是它的免费版延迟表现就很不错。官方虽然标免费版本最高只能传输 1080p 30 fps， 但我觉得一般工作用途在远端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指标是延迟，这会直接影响你操作的流畅度，接着你才会去管解析度。那 Desking 在传输的时候会有一系列最佳化设定，比如说自动减少系统动画，然后有自家的画面压缩演算法，所以即使是免费版，流畅度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说我最常使用的情境就是从摄影棚直接远端回办公室的主力机进行剪辑。那你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都是超级复杂，需要精准操作的专案，所以这也是我后来用 Desking 的原因，因为它的延迟表现和稳定度真的挺强，我这样连续剪辑也没太大问题。那我也简单实测，在 5G 环境下，延迟大约落在83 ms。那如果像我们是2个办公室之间远端，中华电信 1G 对上中华电信500 ms， 甚至可以做到4到50 ms 上下很好的延迟。硬要说的话，跟我自己搭建过的高速 VPS 对比有差。但如果要说各种功能都有，然后 Android、iOS 都有 App 的成套远端软体的话 ，Desking 的延迟表现绝对是前段班的，也是后来吸引很多远端玩家入坑的最大原因。对了，如果你的控制端或是被控制端的网络品质不太好，那有个小技巧是 Desking 可以直接调整传输频宽，不要超过负荷，相对传输就会更加稳定。连进来之后，右下角可以快速设定权限。那如果你是要做远端教学的话，你也可以打开标注功能，就可以直接在画面上书写。左上角也可以看到即时的延迟和帧率表现。那除了远端，我觉得大家最常用的第2个功能就是档案传输。那我这边也实测，在中华电信 1G 对上中华500 ms， 在没有瓶颈的测试环境中传输一个10GB 的档案。免费版大约耗时3分50秒完成传输，平均传输速率大约是 43.5 MB/s。话说，我发现现在不管是免费版跟付费版都没有刻意限速，可以完全吃满中华电信500 ms， 这点真的蛮佛的。除此之外 ，Desking 最棒的是，它也整合了镜像萤幕和扩展萤幕的功能。虽然官方是写限时体验，但目前还是免费就能用。反正重点是远端嘛，这就当成多的功能就好。那这个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当你在室内使用的时候 ，Desking 就可以把第2台笔电、Galaxy Tab 或是 iPad 这些平板萤幕，甚至你的 iPhone、Android 手机都可以变成你的第2个电脑萤幕。那我这边直接示范，我在主力电脑这边按下扩展萤幕，然后确定。你看，左边的笔电马上就变成我主力电脑的第2个萤幕。那在剪辑的时候，我就可以在这里看脚本、看讯息，或是把控制选单排列到这里，都很好用。
那我这边也测试视窗快速拖拉，你看这个延迟表现是非常可用的。重点是在免费版之下，最高就可以输出完整的 4K 30 FPS， 甚至有5120×1440的32:9比例可以选择。那因为内网延迟表现很好嘛，所以你完全可以自由发挥，看你要怎么利用手边的装置。最后我也想稍微提一下 ，Desking 也是可以用 Android 或是 iOS 从手机上直接连到电脑的。那这也是我喜欢 Desking 的另一大原因，就是它的手机版 App 是真的有在思考怎么排版跟设计的。你看，你光是看我点下面这一排的功能选单，就可以看到操作逻辑真的可以说是胜之不武啊！而且你看我是用 5G 直接远端捉机，延迟表现也很不错。好，我就先说到这边。那以上我说到的所有功能，不管是远端、答案传输、Windows、macOS、Android、iOS 的各种扩展萤幕，全部都是免费版就可以使用。所以我还是要说，如果你是动手能力不强，但偶尔会使用远端的朋友，Desking 免费版其实就超级够用。组合上我刚才介绍过的远端自动开机，算是一套最佳化不错，然后功能整合很完整的免费软体。重点是界面设计清晰，一般用途真的就可以试用看看。不过我前阵子心血来潮，想说，免费远端我玩过，自建远端我也玩过，但付费远端到底差在哪里？所以我找上了我们的好朋友 Desking 官方，他们也是二话不说，直接开通了2个月的 Per 方案给我来做这次的企划。那我目前用了将近2个月体验下来，总结主要差在4大面向。Desking 目前的付费方案总共有3个等级，包括标准、游戏、性能3个等级。那以年费来说的话，每个月都在$4.16、$10.83以及最顶的$16.66。对了，我们既然都跟官方联系上了，也会来问问有没有观众优惠，有的话我会再补充在资讯栏。那免费跟付费方案，我觉得主要差在3个地方。第一，画质，免费版用的是一般的伺服器，然后最高 1080p 30 FPS， 而从主要是付费版，就是 RTC 加 SVIP 高速伺服器，从标准版开始 2K 30 FPS。那其实你要玩付费版的朋友，最推荐的还是游戏版，因为到从这个方案开始，就可以做到 2K 144 FPS 以及 4K 60 FPS 的高帧率。所以比如说你是要拿来剪辑，对于流畅度有更高要求，或是游戏，那最佳方案就是游戏版。那性能版其实只差在可以开启444的色彩传输，以及对于绘图版的支援。那付费版的第2大差异，就是如官方的方案所述，整个功能就向游戏靠拢了。包括对游戏滑鼠、游戏键盘、游戏手把的支援，那包括 PS 手把或是 Xbox 手把，你都可以透过 Windows 电脑连线，然后直接控制远端电脑玩游戏。像我现在直接用我的手机，然后接上蓝牙手把，就可以直接控制家里的5090桌机玩2077。不过真实情况的话，我是用一台普通的桌机，然后直接连回我的主力机，然后乖乖继续赶片。那我觉得 Desking 游戏版拿来剪片是超级舒服的。如果你也有远端工作需求，建议直上游戏版。啊，对了，游戏版以上还有一个超级实用的功能，就是你可以启动最多3个虚拟萤幕，对于有多工需求的朋友来说非常实用。然后前面提到更高的解析度和帧率，那我们也实测延迟可以进一步降到30到40 ms。除此之外，只要是付费版本，就会包含 Android 的控制支援，所以你就可以透过 Desking 直接远端操作 Android 手机。此外，付费版本也多了行动装置答案传输的功能，你可以直接透过手机快速把答案传到电脑或另一台手机上。那包括终端机、摄影机，然后前面介绍过的扩展萤幕、镜像画面就不是现实体验，就是包含在内的功能了。好了，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所以同时来说，今天完整的带大家一起设定了远端开机，测试了配套的 Desking 免费版本表现如何，同时也带大家看完免费版和付费版本的差异。我自己目前的工作流最适合的还是游戏版这个版本，除了价格相对亲民之外，重点是远端剪辑很吃稳定性、流畅，然后解析度肯定是越高越好。所以我这2个月几乎都是用 Desking 直接连回我们的输出主机上面剪辑，拿来剪辑是完全没问题的。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也记得订阅帮你，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